在中國，老去正演變成一場無聲的謀殺。如果你還沒意識到這一點，那是因為你還沒看清中國式養老最慘烈的底色。就在最近，官方媒體放出風聲，說中國城鄉居民養老金將在2026年迎來制度建立以來的第8次上漲。聽聽這措辭，8連漲，是不是有一種大國崛起、民生昌盛的豪邁感？如果你只看新聞聯播，你大概會覺得中國的銀髮族們已經提前步入了共產主義。但在野今天要帶大家拆解一下這層漂亮的糖衣下面到底包裹着怎樣殘酷的現實。根據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央財辦的最新解讀，目前中國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的國家最低標準是每人每月143元，143塊錢。在2026年的今天，在北京、上海，這可能就是一杯精品咖啡配個三明治的價格。在2、3線城市，這大概夠吃3頓稍微像樣點的外賣。但對於中國1.7億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的老農和城鎮非就業居民來說，這是他們生存1個月的保命錢。我們來看一組公開數據：2024年的標準是123元，2025年上調了20元，達到了143元。2026年，即便傳聞中還要再漲，按照過往擠牙膏式的漲幅，能漲到160元，就算謝天謝地了。大家發現沒有？這種漲幅在宣傳口徑裡叫大幅上調，但在通脹面前，這簡直是侮辱智商。2025年，雖然官方通脹數據 CPI 看起來溫和，但實際生活中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醫療和基本口糧，漲了多少，大家心裡都有數。143元意味着這些老人平均每天只有 4.7 元的生存額度。4.7元能幹什麼？買2個包子，或者坐2次沒有空調的公交車。這就是所謂的老有所養。在野看來，中國養老制度最大的殘酷不在於窮，而在於等級森嚴。當我們談論養老金上漲時，很多體制內的退休人員會覺得挺好啊，我每個月拿7000，再漲 5% 就是350塊。但請記住，中國有2種養老金，一種叫職工養老金，針對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另一種叫城鄉居民養老金，針對農民和無業者。兩者的差距有多大？據統計，2024年中國企業退休人員的人均養老金已經接近3200元，機關事業單位更是高達6000元以上。而同期的城鄉居民人均養老金含地方補貼僅為246元左右，20倍。這就是中國城鄉之間的血色鴻溝。那些在工地上揮汗如雨，在田間地頭彎腰一輩子的老農，他們為這個國家的工業化提供了廉價的原始積累，為城市的繁榮貢獻了年輕的血肉。可到了晚年，國家給他們的回饋竟然只是那個含金量極高的階級——體制內退休金的零頭。為什麼不能多給點？官方的理由永遠是財政壓力大。進入2026年，中國的財政狀況大家有目共睹，土地財政徹底熄火，地方債務堆積如山。雖然北京方面口口聲聲說民生優先，但在實際操作中，保體制內的工資、保維穩經費、保重大基建，永遠排在保農民養老金之前。現在的養老保險金缺口已經不是什麼秘密。隨着60後這波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席捲而來，養老保險基金的當期結餘正在迅速縮減。2026年，我們將迎來更嚴峻的撫養比危機，可能不到 2.5 個年輕人就要養一個老人。在這種背景下，那區區20元的8連漲，更像是一種政治撫慰金。它不是為了讓你過得好，而是為了讓你在飢寒交迫的邊緣，還能對上頭的恩賜感激涕零，不至於因為吃不上飯而鬧事。大家有沒有關注過農村老人的自殺率？
這是一個極其沉重且被刻意掩蓋的話題。在很多貧困農村，143元的養老金甚至不夠買藥。當身體垮了，孩子指望不上，兜裡只有這100多塊錢的時候，農藥瓶子就成了很多老人的最終歸宿。他們不是死於貧窮，而是死於這種被制度性拋棄的絕望。再也常說，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樓大廈，而是看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体。2026年的中國，航母下水了，空間站對接了，可1.7億老人還在為了每月143元的恩賜苦苦掙扎。這種盛世何其荒誕，又何其悲慘！如果說城鄉居民養老金是溫水煮青蛙，那麼2025年全面推開的被包裝的天花亂墜的個人養老金制度，就是擺在明面上的最後收割。大家發現沒有？最近2年，銀行的理財經理比你親媽還關心你的晚年。他們拼命勸你開立個人養老金賬戶，每年往裡存12000元。官方的理由是稅收優惠，自主選擇。但再也要問大家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果基本養老金第一支柱足夠安全、足夠養老，國家為什麼急着推第3支柱？真相只有一個：社保基金的蓄水池快乾了。根據中國社科院此前的預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在2035年左右耗盡結餘。而考慮到2024至2025年斷崖式下跌的出生率和加速萎縮的就業人口，這個時間表在2026年的今天看，只會更早，不會更晚。所謂個人養老金，本質上是國家在釋放一個信號：未來我可能管不了你了，你自己存錢，我給你點微不足道的退稅作為補償。但在通脹如虎、人民幣購買力波動的今天，你存進去的是實實在在的血汗錢，幾十年後取出來的是不是一堆廢紙？誰敢給你打包票？現在的中國社會正在上演一出最殘酷的倒掛。以前我們講養兒防老，那是建立在年輕人有工作、有增量的基礎上的。但看看2026年開年的就業數據，青年失業率在經歷了多次統計口徑優化後，依然在高位徘徊。大量35歲、40歲被裁員的中年人，不僅沒法給老家的父母寄錢，反而要轉過頭來啃父母那點微薄的退休金。這就是現在的反向養老。那143元的基礎養老金，在某些貧困地區，甚至成了一個家庭最後的現金流。老人在地裡刨食，還要省下這100來塊錢給失業回鄉的孫子買包麵。這種場景在所謂現代化強國的濾鏡下顯得格外刺眼。更可怕的是醫療開支。2025年以來，由於地方財政收緊，多地醫保報銷比例在變相降低，目錄內藥品縮水。對於拿143元養老金的老人來說，生一場大病不是能不能治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直接放棄的問題。可能很多人會問，再爺，漲個20塊錢，國家真的掏不起嗎？我們要看賬本。2026年，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利息支出已經佔到了財政收入的驚人比例。以前靠賣地，現在地賣不出去了；以前靠出口，現在產業鏈外遷，關稅壁壘森嚴。當一個縣長手裡只有100塊錢，他要先發警察的工資，穩為穩，再發局長科長的獎金，穩關心，最後剩下的那幾毛錢才是給老百姓的。我們已經看到，在一些東北和西北的資源枯竭型城市，養老金延遲發放、變相打折已經開始抬頭。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確保足額發放，但在財政物理性的枯竭面前，行政命令就像廢紙一樣無力。2026年的這場養老金8連漲，不是什麼福利時代的降臨，而是危機爆發前的最後一點麻醉劑。他用極低的成本，每月多給幾十塊，試圖置換掉數億農民和底層勞動者的怨氣。這一代中國老人，
年輕時是建設國家的燃料，中年時是支持城市化、支持兒女買房的奶牛，老了卻成了財政賬本上急於抹去的負債。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會翻牆，不會在社交媒體發聲，他們只會在2026年的寒冬裡，攥着那張存有143元的銀行卡，在提款機前局促地站着，盤算着這一分一毫該如何續命。這就是真實中國的側影，最宏大的敘事裡，藏着最微弱的呼救，最耀眼的數字下，蓋着最冰冷的骨灰。